你知道吗？我们身体内潜伏着一个可怕的沉默杀手，它就是血栓。它常常在我们毫无察觉时悄悄作恶，尤其爱挑夜深人静我们熟睡之际下手。许多人白天看似健康，却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生命。根据统计，全球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的死亡与血栓有关。以美国为例，每年约有10万至30万人死于各类血栓疾病。在中国，每年死于血栓相关疾病的人数更是高达50万，形势极为严峻。心肌梗塞、中风、肺栓塞等这些致命疾病背后都是血栓在作祟。更可怕的是，它总是无声无息，把血管堵住的瞬间往往没有明显痛感，因此血栓才被称为沉默的杀手。然而，沉默并不代表毫无征兆。我们的身体其实很聪明，在血栓形成的时候，会通过一些细微的异常来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，尤其是在睡眠之中。医生指出，高达90%的血栓在发作前，身体都会给出预警，只是很多人没有留意，错把它们当成了日常小问题。今天，我们就要来深入剖析睡觉时血栓发出的5大前兆。如果你经常遇到以下任何一种睡梦中的异常表现，一定要格外当心，因为那很可能说明你的血管里已经有堵塞。千万别把这些信号当成小毛病，忽视它们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大祸。究竟是哪5大前兆呢？现在，让我们走进一个宁静的夜晚，亲身体验一下这些危机是如何出现的。第一个前兆就是单侧腿部莫名肿痛。半夜里，你也许会被一阵隐隐的腿痛弄醒，你感觉一条腿又胀又疼，像是抽筋却又不太一样，揉一揉也不见得能缓解，甚至摸起来那条腿比另一侧还肿了一圈。如果你碰到这种单侧腿部的莫名肿胀疼痛，千万不要只当成一般的腿抽筋或劳累，因为这极可能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在作怪。当我们长时间躺着或坐着不动，腿部血液回流变慢，血液就容易在腿部深处的静脉里凝结成块，形成所谓深静脉血栓。这种血栓通常悄悄形成，初期可能只让你感到小腿有点胀胀的，或走路时隐隐作痛，但半夜静下来时，症状会更加明显。如果半夜发现单侧小腿肿胀、皮肤发热、发红，甚至按压会痛，那就是血栓在向你拉响警报了。深静脉血栓若不及时处理，非常危险，因为它不仅会阻塞腿部循环，还可能在你转身翻身时脱落，顺着血流跑到肺部去。因此，一旦怀疑腿部有血栓，切记不要贸然按摩或剧烈活动患之，以免血栓脱落，引发更危险的后果。现实生活中，长途旅行后出现单腿肿胀，甚至引发肺栓塞的案例并不少见。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经济舱症候群。第二个前兆是平躺时胸闷如压实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你换了个姿势继续睡，然而躺平没多久，胸口竟渐渐出现一种沉重的压迫感，仿佛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，让你喘不过气来。你被这股胸闷感弄得睡不安稳，情不自禁地改成侧卧或坐起身来，这时胸口的不适才有所缓解。如果你每次仰躺着睡觉时都会感到胸闷，非得侧躺才能舒服些，这可不只是姿势不对或枕头的问题，而很可能是冠状动脉血栓的典型表现。当心脏的冠状动脉被血栓部分堵住时，平躺时心脏供血会更加不足，就像有人掐住了你的心脏一样，导致胸口发闷、气喘。你的身体本能会让你侧卧，以减轻心脏的压力，增加回心血流量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睡觉、仰躺时老是感到胸口压迫、闷痛难忍，必须改变姿势才能入睡。千万别以为只是普通的失眠或睡姿不好，极可能是心脏在向你求救。事实上，不少心肌梗塞患者事后回想，发病前几天的夜里就反复出现这种平躺、胸闷、非得侧睡才能缓解的现象，只是当时误以为是小毛病，结果最终酿成大祸。第三个前兆是半夜惊醒时感到呼吸困难，凌晨2、3点，房间一片死寂，你却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仿佛溺水的人冲出水面在拼命呼吸。你的胸口剧烈的疼痛，每吸一口气都像刀割一样，甚至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，浑身冷汗直流。这绝不是普通的噩梦或所谓鬼压床，
如此骤然的胸痛和呼吸困难，多半是肺部出现了血栓，也就是可怕的肺栓塞再发作。久坐足或腿上原本就有深静脉血栓的人，在睡梦中血栓可能脱落，并随血液循环卡在肺动脉，瞬间引发肺栓塞。肺栓塞发生时，肺动脉就像被一颗炸弹堵住，血液无法顺利换氧，人会突然感到极度的胸闷，喘不过气，伴随撕裂般的胸痛。很多致命的肺栓塞常在夜里或清晨发作，患者可能来不及求救就失去意识。因此，如果你曾有半夜胸痛难忍、呼吸急促憋醒的经历，一定要高度警惕，这可能是肺栓塞的前兆。别再误以为是做噩梦惊醒，身体其实是在对你大喊救命。据统计，大面积肺栓塞如果未能及时治疗，约有30%患者会在数小时内丧命。因此，半夜出现上述症状时，千万不能拖延，应尽快就医。第4个前兆是夜尿频繁、异常增多。经过前半夜这些波折，你也许以为只是喝水喝多了或压力大导致睡不好，可还有一种潜在信号更加隐蔽，它其实就是夜间排尿次数明显增加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的肾脏在夜里会减少产尿，让我们可以一觉睡到天亮。年纪大的人可能会起夜1-2次，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每晚起床小便的次数远超往常，2-3个小时就得跑一趟厕所，甚至一晚要跑3-4次，那就要当心了。夜尿频繁不仅仅是喝水多或膀胱浅眠，它其实可能暗示着心血管的问题。当心脏功能因血管堵塞而减弱时，白天血液循环不佳，身体下肢容易水肿，储留多余水分。到了平躺的夜晚，这些滞留在腿部的水分回流入血，并经肾脏排出，就导致夜尿增多。因此，夜间频繁跑厕所往往是心脏供血不利的讯号之一。而造成心脏供血不利的罪魁祸首，很可能正是冠状动脉的血栓或严重堵塞。如果近期你的夜尿次数突然大增，别光以为是肾脏出了毛病，也要考虑是否心脏在警告你，它的泵功能出现了问题。医生提醒，频繁夜尿往往是心血管在亮起红灯，不可一味归咎于年龄增长或肾脏衰弱。第5个前兆是晨起头晕、芝麻流口水。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，你准备起床开始新的一天，可是一坐起身，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仿佛天旋地转，扶不住墙。好不容易站起来，却发现一只手臂或者脚有些发麻发酸，不听使唤。照镜子时，你甚至发现嘴角边干涸的口水痕迹，原来自己睡着时不知不觉流了口水，而且偏偏流在同一侧。如果早晨起床时出现这些异常状况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头晕、肢体麻木、单侧流口水，这些都是脑部血栓释放的红色警报。在夜间或清晨，因为血压波动和血液粘稠度的变化，大脑的血管如果存在栓塞隐患，这时最容易发生缺血性中风。当脑血管被微小血栓短暂堵塞，大脑掌管运动与脸部肌肉的区域供血不足，就会导致半身无力、手脚发麻，甚至脸部神经失灵，引起睡觉时单侧流口水。如果血栓规模较小，症状可能很快缓解。人们往往以为只是睡姿不良压着手了或贪睡头晕，但事实上，那很可能是一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也就是小中风的警告。一旦血栓进一步扩大，堵死脑动脉，严重中风就会猝然降临。所以，晨起时的大脑晕眩、肢体麻痹等假性醒酒状态，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求救，血管已经不堪重负。研究显示，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后的3个月内，大约有20%患者会发生真正的中风，而且其中超过一半会在发作后2天内中风。因此，出现疑似小中风的征兆，就等于大脑发出了最后通牒，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检查，以预防悲剧发生。经过上述这一连串的惊险场景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血栓这个杀手最爱趁人睡觉时下手，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们发出暗号。为什么偏偏是夜里和清晨？其实，夜晚是人体生理变化的一个关键窗口期。在入睡后，我们长时间不进水，体内水分流失，导致血液变得相对粘稠，流速减慢，加上平躺时缺乏重力的帮助，静脉回流放缓，血液更容易在四肢，特别是下肢淤积。
如果本身血管里就有容易凝集的血液或粥样硬化的斑块，那么夜间正是血栓形成的高峰时段。另外，人体在清晨觉醒前会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，血压和心跳在天快亮时陡然上升，这可能导致血管内一些不稳定的粥样斑块破裂，引发血栓突然形成。因此，不少心肌梗塞和脑中风都发生在清晨刚起床的几个小时内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总的来说，血栓形成有3大要素：血流缓慢、血液过于粘稠、血管内壁受损。夜晚睡眠时正好容易同时出现前2项，加之如果平时血管已有损伤或动脉硬化，3要素一凑齐，血栓也就特别容易不请自来。医学研究也印证了这些现象。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，清晨时段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其他时间高出将近40%，而在临床上，许多脑卒中患者也是在凌晨到早上这段时间发病。可以说，夜晚到清晨是血栓最容易出没的危险时段。此时我们处于睡眠状态，对身体异常感受迟钝，更容易错过先兆。因此特别需要我们提高警觉，留意身体给出的蛛丝马迹。血栓本质上是一块在血管内部形成的血凝块，不要小看这小小一块血泥，它堵在哪里，哪里就可能发生可怕的灾难。若堵在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，心肌得不到血液养分，就会发生心肌梗塞。心脏部分的肌肉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，轻则留下心律不齐、心力衰竭等后遗症，重则瞬间猝死。若血栓堵在大脑的动脉，脑细胞几分钟内就开始坏死，导致缺血性中风。中风轻则造成肢体瘫痪、语言障碍，重则丧命或者长期昏迷。若血栓堵在肺部动脉，会立刻切断部分肺循环，引发肺栓塞。大面积肺栓塞时，患者往往几分钟内猝死，即使幸运撑过去，后续也可能因呼吸功能受损而长期胸闷，动辄气喘，甚至连四肢的血管栓塞也十分危险。如果血栓堵在腿部的重要动脉，腿部组织缺血可能导致剧痛和坏死，严重时不得不面临截肢的结局。总而言之，血栓就像在血管里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，无论炸在身体哪个角落，都会带来一场生命危机。更隐蔽的是，血栓往往不止一个，它可能同时在身体多处悄悄形成。有研究指出，如果一个人得过一次静脉血栓，他日后再次发生血栓的风险会大大增加，而且不同部位的血栓还可能互相诱发。例如，腿部的深静脉血栓可能引发肺栓塞，心房颤动患者心脏内形成的小血栓会随血流跑到脑部，引发中风。一旦体内形成的血栓倾向，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一个不注意就会引发连锁的健康灾难。因此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，以为某个部位的轻微血栓不影响全局。身体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，任何一处血管的堵都可能对全身造成打击。了解了血栓的可怕之处，我们也需要知道究竟哪些人是血栓特别青睐的对象。年龄增长无疑是重要因素，随着年纪变大，血管弹性变差，血液粘稠度提高，血栓风险自然上升。然而现代生活中，许多年轻人也加入了血栓高危行列，这往往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。总结来说，以下3大族群是血栓最常下手的目标。第一类，久坐族。长时间坐着不动是血栓的温床。当我们连续几个小时久坐不起，腿部血液几乎滞留不动，静脉里极易形成血栓。有统计指出，连续坐着超过3小时不站起活动的人，下肢血栓形成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倍，真实案例不胜枚举。英国就曾有一位24岁的年轻足球教练，在疫情封锁期间，每天长时间打电玩，结果因长期久坐引发下肢静脉血栓，进而导致致命肺栓塞。这样的悲剧正是对所有久坐族的警钟。所以无论是上班久坐电脑前，还是长途乘机乘车，一定要记得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一下腿脚，别让血液在腿部做成一潭死水。第二类，高糖高脂饮食者，经常大鱼大肉、甜食不离口的人，血液粘稠度往往比较高，血管也容易被胆固醇堵塞，糖分摄入过多还会损伤血管壁，触发血栓。
医学研究发现，当血糖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，血管内皮细胞受到的伤害风险就增加 15%。这意味着长期血糖偏高，即使还未到糖尿病的程度，都在持续破坏血管健康。再加上高油高脂食物让血液变得粘滞，血脂升高，血栓的风险自然节节攀升。因此，喜爱甜食、油炸食品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血脂和血糖，否则血管内可能早已暗流汹涌。第三类，熬夜压力大的人，经常熬夜到凌晨，处于高压紧张状态的人，体内的血液也处在一种高凝状态。研究显示，若你熬到凌晨3点都不睡，血液中血小板的凝聚力会比平常飙升 40%。长期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，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增加，血管过度收缩，从而更容易出现血栓。此外，抽烟、酗酒、肥胖以及患有心脏、房颤等慢性疾病的人，也都是血栓光顾的高危人群。可以说，凡是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这3高问题，或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，都应该把血栓风险列为头号警戒对象。听到这里，可能不少人心里发毛，血栓如此凶险，又潜伏在暗处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别害怕，血栓虽可怕，却不是无迹可寻，更不是不可预防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，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去对抗这位沉默杀手。首先，保持适度的活动和运动，千万不要久坐不起，每工作或学习1小时，就站起来走动几分钟，活动一下四肢。尤其长途旅行时，尽量每隔1小时就在座位上做做抬腿、踝泵运动，上下身躯脚踝，就像踩脚踏板的动作，促进下肢血液循环。如果因伤病需要长期卧床，也务必遵照医嘱进行下肢按摩或穿戴弹力袜，以预防血栓形成。第二，饮食清淡均衡，控制好3高，少吃油腻和过甜的食物，多摄取蔬菜水果和富含有益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例如深海鱼和坚果。这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减少血栓形成的源头。还要戒烟限酒，因为尼古丁和酒精都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，加速动脉硬化，为血栓提供温床。如果有高血压、高血糖或高血脂，一定要遵医嘱，将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，血压稳定，血糖、血脂稳定，血栓才不容易找上门。第三，注意水分补充和作息规律，白天要适当多喝水，保持血液不致过于粘稠，尤其在运动或出汗多的时候，更要及时补水。很多医生建议中老年人早晨醒来后，可以先空腹慢慢喝一杯温开水，或加1-2滴柠檬汁的温水，大约200毫升，这能稀释夜间变黏的血液，降低清晨血栓风险。晚上临睡前2小时也可以少量喝几口水，但不要一次灌太多，以免夜尿太多影响睡眠，保持体内有足够水分。作息上则尽量不要熬夜，11、2点前上床睡觉，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。充足的睡眠能降低心脏负荷，减少内分泌紊乱，对预防血栓非常关键。第四，睡前泡脚活血，每晚临睡前可以用大约40摄氏度的温水泡脚10分钟左右，水位要浸泡到小腿肚附近，也就是中医所说的3阴交穴附近，有助于促进末梢血液循环，预防血栓形成。尤其是经历了1天的久坐之后，用热水泡脚并轻柔按摩足底，既能放松身心，改善睡眠，也对血管健康大有裨益。除了预防，还要了解一些简单的识别和自救技巧。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有血栓迹象，可以尝试3个简单的动作来自我检查。第一，平躺并抬高双腿约45度，保持1分钟，看看小腿是否因血液回流而变得苍白。第二，用力握拳，30秒后松开，观察手掌恢复红润是否超过5秒钟，如果是，可能提示上肢血管有堵塞。第三，闭上眼睛，单脚站立20秒，如果感到摇晃，甚至出现跌倒趋势，则要警惕小脑供血不足。如果这些测试出现异常，提示肢体血供可能不佳，就应该及早就医检查，例如做个血管超声，看有没有血栓。平时也可以在定期体检时要求检查凝血功能、血脂、血糖等指标，以便及早发现问题。
万一不幸出现了疑似血栓急症的情况，例如突然一侧手脚无力，说话口齿不清，或是突发剧烈胸痛、呼吸困难，一定要争分夺秒拨打急救电话。中风和心梗都有所谓，黄金抢救时间，越早治疗，血管越有可能被打通，器官的损伤才能降到最低。千万不要自己硬撑或等待奇迹，一旦错过几个小时，可能结果就是生死两隔的天壤之别。血栓是潜伏在我们血管中的隐形炸弹，也是无声的杀手。但只要我们提高警觉，认真对待身体在睡梦中发出的每一个求救讯号，就有机会抢在悲剧发生前拆掉这颗炸弹。回顾一下，我们提到的5大前兆，包括半夜单腿肿痛、仰躺胸闷、突然喘不过气、夜尿激增，以及晨起头晕手麻。每一个看似平常的小症状，其实都可能是血栓在拉响警报。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自己的睡眠状况，别再漠视这些身体给的提示。与此同时，更重要的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将血栓消灭在萌芽状态。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现代许多血栓的成因，往往正是我们自己不良生活习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。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，动起来，多吃清淡，调整心态，睡眠规律，给血管减负担。当我们远离那些血栓的诱因，夜晚也就能睡得更加安稳，再不用担心沉默杀手正潜伏在枕边。最后提醒一句，如果您或者家人睡觉时经常出现我们提到的那些症状，不妨尽早就医咨询，做个相关检查，或许及时发现一枚微小的血栓，就能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血管健康，别让血栓这个沉默杀手再轻易得逞。祝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血管，夜夜安枕无忧。